大家好，我是 Table。这个工作视频是关于如何 DIY 制作自己的隔音房的视频剪辑。现在看到的是施工之前的房屋内部状态。房顶上除了4到5个横梁交叉外，还包括了消防报警装置、固定消防管的支架，甚至还有水管。我的需求是将房顶和左侧墙面做一个多复合的隔音系统。由于我要控制好房屋的层高，所以我并不打算把所有的梁都包进隔音系统内部，只将隔音系统做到楼面顶部，并将剩出来的横梁包裹一层吸音板即可。开始施工之前，先介绍几个气动工具，一个是 Metabo 的无绳空压机，一个是 Metabo HPT 的 K 码钉枪，一个是先锋的钢钉枪，然后是钉子。这个是 ST25 钢钉，25表示长度是25毫米，主要用它来让隔音毡在水泥楼板上固定。这个是 K 钉，手上拿的是 419K 型号，即内间宽4毫米，长度19毫米。还有一个是 Bostitch 的 N 码钉枪，这里的 N 码、K 码和 ST 这些型号名都是我们中国国内的叫法。如果今后有时间，我会单独对它们，甚至对本期视频内所有的工具做详细的介绍。最后看一下这2种码钉的外观，可以看出来它们的间宽甚至线径都不相同。施工步骤1，先将隔音毡整齐地铺在楼面顶部，这里采用的是3毫米厚的阻尼隔音毡。一般黑色隔音毡都不是环保型的，都多少有点气味在上面。环保型隔音毡的成品大多都是白色的，气味也会小很多，但是价格会比黑色的高出不少。为了控制成本，我用的是非环保型材料。用 ST25 钢钉固定在楼面上，视频中荧光发亮的点便是摄入的钢钉。这里的空压机工作压力大概是4到4.1巴。这里有几个注意点。第一，可以看到2张隔音毡重叠处会有10厘米的重叠区域，来抵消它们带来的空隙。第二，隔音毡也会在墙面保留10到15厘米的下垂空间。第三，弱电和强电线路尽可能保留在隔音毡下面，并在空隙处做好隔音。第四，垂直处的隔音毡最好贴紧楼面和墙面。第五，这里用钉枪固定隔音毡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或者说最好的解决方案是用自粘型的隔音毡，因为自粘型隔音毡会挤走空气并完全贴牢楼面，不会产生钉枪有时摄入不成功留下碎石在里面，它会跟声音产生共振，会带来这种烦恼。当然了，自粘型隔音毡成本会更高，并且要保证它的胶水质量，不让隔音毡10几年从楼板上掉下来。毕竟隔音毡的密度是很大的，当然隔音毡密度越大，隔音效果就越好。遇到视频中这种留下空鼓的情况，还需要在附近多摄入几个钉子，让其固定。施工步骤2，楼面顶部找平，并在墙面上打孔，准备固定铝合金龙骨。这里可能有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当你找平之后，发现楼面并不是完全水平的。从视频中可以看出，左侧跟右侧仅相距60厘米的距离，它们的高度就相差了1厘米。遇到这种问题，就需要根据你自己实际情况，是牺牲它的高度找水平，还是牺牲它的水平找高度，还是它们各自都牺牲一些。这里在隔音毡上打孔有一个小技巧，即在用电锤给墙面打孔之前，先用冲孔器在隔音毡上留下位置，避免电锤跟隔音毡直接接触，不然的话，一是钻头会损坏隔音毡，二是钻头很容易钻偏。这里固定铝合金用到了轻质砖专用的穿山刺外6角膨胀螺丝，铝合金的规格是50×50×3的 L 型铝合金。这是所有铝合金固定好后的效果。从视频中可以看出，铝合金采用了3种类型，除了刚才的 L 型角铝，还有50×50×3的 U 型铝合金草铝和50×50×2的 H 型铝合金工字铝。固定顺序是先将2条 L 型固定到左右对边，然后2条 U 型固定到上下对边，最后 H 型上下间隔45到55厘米的宽度平行固定。
所有铝合金固定好后，检查一下水平，若不平，还需要松开螺丝，适当的调节。施工步骤3：填充聚酯纤维吸音棉到铝合金卡槽内。在填充之前，你需要将之前的强弱电线路布局好，如果你没有，可以略过。我这里强电单独塞进了 PVC 线槽里，弱电则省了这一步，只是在跟铝合金交接的地方单独又包裹了1-2层电工胶带。这是填充后的效果。这个视频中你看到的吸音棉的规格是每平方2千克，即每立方40千克，厚度是50毫米。跟隔音毡类似，吸音棉密度越大，吸音效果就越好，价格也就越贵。这里我把不太容易安装隔音毡和龙骨的小细缝和小空间直接塞了2层吸音棉。此外，还将龙骨与墙面之间和龙骨与吸音棉之间细缝比较大的地方喷了一些泡沫胶进去。我这里也是为了图省事，毕竟泡沫胶的吸音效果并没有吸音棉好，但总比不塞任何东西强。施工步骤4：挂上石膏板和隔音毡结合体。这里石膏板就是普通的9毫米厚度，隔音毡同样是3毫米厚度，中间填充了一层防潮膜，然后通过 K 马丁枪采用410K 的马丁，气压调节到3到3.1巴之间。注意钉枪的密度不宜过密，间隔大概20到25厘米之间。还有一个注意的地方是最好用整张大块的隔音毡去铺满，像这种拼凑上去的会有细缝，有细缝便就会走漏风声。当然也可以像第一步中的那样重叠10厘米交错的铺上去，但这样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面已经不是平整的了，在固定到龙骨上时不太容易找平。当时我这样考虑其实也是多虑的，因为后面不平整的地方还会很多。这里石膏板固定龙骨用的是冲击起子，型号是 Bosch GDR 12V EC， 螺丝是410不锈钢圆头带介钻尾螺丝，还套了一个较大的304不锈钢垫片。冲击的时候千万要小心，毕竟固定的是脆弱的石膏板，除了包裹的那一层牛皮纸外，石膏板其特性就很容易变成粉末。石膏板固定好之后，用石膏粉去填补板与板与隔音毡之间的缝隙。这里我用了白水泥和胶粉混合物，胶粉会使白水泥不容易开裂。等待白水泥干透之后，铲掉多余的隔音毡，然后用小型的打磨机除掉凸出来的白水泥。这里的打磨机用的是 Bosch JEX12V125型号。再推荐一款胶水，对开裂空骨很有效果。这里用它的目的有2个，一是来填补剩余的小细缝，二是把它刷到白水泥和石膏粉上，防止它们起灰或者脱粉。来看最后的效果，一般加装到此为止，隔音工程就基本已经结束了，后续由油漆工去批粒子、刷油漆便是了。但是这里我为了图省事，并且希望再增加一些吸音效果，我又贴了一层12毫米厚度的白色带背胶的聚酯纤维吸音板。因为带背胶，所以直接粘到石膏板上即可。吸音板可以用不同的颜色制作出精美的造型出来。在这里我也是为了图省事，用了单一颜色，并且几乎用的都是大块的吸音板来减少缝隙。施工步骤5：墙体隔音，跟步骤1类似，先用钉枪把大块隔音毡钉牢在墙体上。这墙面是轻质砖墙体，所以用的是 N 马丁枪，马丁型号是 N15， 即长度是19毫米，工作压力大概在 5.5 巴左右。接下来是固定木龙骨，木龙骨的规格是3厘米厚的方木。采用木龙骨的原因，一是控制成本，毕竟跟铝合金相比，松木条的价格会便宜很多。二是重量轻，容易安装，替钉直接射入便可固定。这里使用的钉枪型号是 Makita AF601， 替钉型号是 T50， 然后便用聚酯纤维吸音棉填充，木条固定。吸音棉厚度为25毫米，规格是每平方1千克，每立方40千克。松木条厚度为5到7毫米。注意墙面上的强电线路要做好绝缘操作，还要注意射入钉子时要避免隐埋线路的区域。最后就是再固定一层聚酯纤维吸音板，厚度为9毫米，用沉头螺丝固定到木龙骨上即可。施工步骤6：房门吸音。房门附近其实也是轻质砖，所以我又包了一层吸音棉和吸音板。
吸音棉固定到墙面也很容易，专用的自喷海绵胶水便可固定。万能胶其实也可以，但是万能胶的气味确实很大，并不建议使用。除了门框做了防护，门也不例外。不过只是简单贴了一层5毫米厚的吸音棉，3-4块吸音棉贴在一整张的木板上面，再用木板对牢门板即可。怎么拆掉去开门呢？其实也很容易。看见这个洞了吗？它就是这个木板的门把手，单手拉住它往上一提，整个木板跟吸音棉就松开了，便可拿掉去开门。最后罗列一下整个施工过程中用到的材料成本，以房屋面积20平米加上一面墙面积16平米计算，长宽5米乘1米，厚度3毫米的隔音毡9张，单价71张，总价630元。长宽2.4米乘1.2米的吸音棉50毫米6张，25毫米4张，单价分别为95和40，总价730元。长宽2.4米乘以1.2米的吸音板，厚度9毫米5张，12毫米5张，15毫米2张，单价分别为45、100、135，总价995元。铝合金总价1280元，松木条总价130元，厚度9毫米石膏板总价200元。以上总计3965元。注意，这里并没有包括运输费用，也没有计算五金、胶水和其他耗材的费用。当然了，以上价格也仅供参考。本期的视频也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